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阳谋，你有没有在深夜里盯着天花板，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，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些人总能在暗流涌动的环境中，堂堂正正地走出一条路来？明明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意图，却没人能挡得住他们，不是阴谋诡计，不是背后捅刀，而是光明正大，却又让人无可奈何，这就是阳谋的力量。阳谋这本书像一盏灯，照亮了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智慧。它不是教你算计别人，而是告诉你怎么用最正的路赢得最稳的局，越是光明正大，越是所向披靡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书，感受那种在风雨中站稳却又从容前行的力量。作者孟华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家，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仿佛把自己的人生经历都融了进去。你能感觉到他对人情世故看得太透，却又不带一丝戾气。孟华的笔下没有夸张的传奇，只有那些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博弈。他可能经历过职场的起落，看过人心的冷暖，才明白真正的智慧不是藏着掖着，而是敢于摆到阳光下。写作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，他想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阴谋终究有破绽，而阳谋才是长久的立身之道。他用平静的语气讲那些帝王将相、商界奇才的故事，其实就是在说，你我普通人也能用这样的智慧守护自己，成就自己。故事从古至今，孟华挑选了80多位不是奇才的势力，像串珠子一样，把他们的人生串成一条线。你会看到晏婴如何在齐国乱局中，用一句看似平常的话，就化解了君臣间的猜忌。商鞅在秦国变法，为什么明明知道会得罪权贵，却还是一步步推下去，最终让秦国强盛？张仪的连横之计，怎么在6国之间游走，却让大家明知是计，还得跟着走？刘邦起于布衣，为什么能一次次在绝境中翻盘？诸葛亮借东风的那一刻，不是天意，而是他早就算准了人心和天时。王阳明的心学怎么让他在战场上以少胜多？甚至胡雪岩在商场上的借势而为，为什么总能不伤和气，却控局在手？这些故事不是孤立的传奇，孟华把它们连起来讲，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脉络，他们从来不靠暗箭伤人，他们把意图摆在明处，让对手看清每一步，却因为抓住了人性，抓住了大势，对手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走进那个局里。你想想刘邦面对项羽的那种从容，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，可刘邦呢？他不硬拼，他借势借人借时，慢慢把项羽的骄傲刚愎一点点耗尽。鸿门宴上，刘邦低头认错，你以为他是怕了？不，那是阳谋的开始。他让项羽觉得自己赢了，却其实放了自己一条生路。再看胡雪岩，晚清的红顶商人，别人做生意靠的是压价垄断，他呢借势官场，借势民生，公开合作，却让所有人都觉得跟他一起才能赚得更多。哪怕后来落魄，他也没怨天尤人，因为他知道阳谋的本质是顺应大势，而不是逆天而行。书里还有很多小故事，比如一个现代职场的例子，有人想升职，不去拍马屁，不去拉帮结派，而是公开把自己的方案摆到台上，让领导、让同事都看到价值。明明大家都知道他想升职，可因为方案确实好，因为他抓住了公司的痛点，最后升职的还是他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明明努力了，却总觉得被暗中使绊子。孟华告诉你，别急着钻牛角尖，试试把牌亮出来，用实力和正道去赢得那份认可。故事一个个复盘下来，你会觉得心慢慢沉下来，不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激动，而是一种安静的震撼。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碾压别人，而是让别人心服口服。书里最触动我的一个场景，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那一刻。你想象一下，深夜的山野，寒风刺骨，灯光昏黄，他被贬谪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身边没人，权力没了，前途没了，周围是蛮荒的古毒瘴气，他一度病得几乎要死去。那一刻，他面对的是彻底的绝望。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你，所有的努力都成了笑话？可就在那个最黑的夜里，王阳明突然领悟了心即理，他明白了，真正的敌人不是外界的贬谪，不是那些陷害他的人，而是自己内心的恐惧和动摇。他站起来，在破败的龙场驿站里点起一盏油灯，开始讲学。学生从0到数百，甚至当地少数民族都来听他用阳谋对抗命运。
不抱怨，不逃避，而是公开把自己的心血摆出来，让真理自己去征服人心。后来他平定宁王之乱，以几千人对几万人，敌人明明知道他的每一步，却就是挡不住，因为他抓住了军心，抓住了正义。那场战斗后，他站在战场的废墟上，沉默地看着远方。你能感觉到那种孤独却又释然的味道。苦难把他逼到绝境，可绝境却成了他重生的起点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也跟着疼了。你有没有在低谷时突然明白，有些苦不是为了打倒你，而是为了让你看清自己到底有多强？阳谋的核心就藏在这些故事里。孟华告诉我们，阴谋是暗处的刀，伤人伤己；阳谋是阳光下的路，走得正，走得远。它有几个关键：先修心，你内心不乱，外界就伤不了你；再励志，没志向的人随波逐流，哪来的力量？然后律己，你对自己狠一点，自由才多一点。最后运筹，不是算计别人，而是算大事，算人心。你想想，在人生的博弈里，我们常常怕输，怕被算计，可孟华说，真正的赢家从不怕把意图亮出来，因为阳谋的威力在于他顺应人性，顺应天道。别人知道你的计划，却不得不配合，因为你给的是双赢的路。这让我想起《活着》里的福贵，他没用什么阳谋，可他活下来了，就是因为一种释然。阳谋也一样，他不是为了征服世界，而是为了在苦难中活得有尊严、有价值，爱与责任，希望与荒谬都在里面。你对抗命运不是靠狠，而是靠智慧，靠正道。金句来了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，越是堂堂正正，越是无人能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生活中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往往不是最会耍心眼的那一个，而是最坦荡、最有格局的那一个。他们不怕冲突，因为他们知道正义和大事终究站在他们那边。听完阳谋，也好像更静了，你会觉得心里多了一份从容。苦难还在，博弈还在，但你知道了，有一种智慧叫阳谋，它不让你变得冷酷，而是让你更强大，更温暖。朋友，当你下次面对职场的暗箭，面对人心的复杂，面对命运的转折时，你会不会试试把牌亮出来，用正道去赢得属于你的那份光明？你准备好用阳谋活出自己的人生了吗？